聊斋怪谈之奇淫大员。说是泾河边上住着这么一位读书人，姓申，家里可以说是一贫如洗，以帮人代写书信为生。因连日下雨，几天没有进项，家里又没米下锅了，你倒是想想办法呀。哎呀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难道让我去偷去抢吗？家中无米下炊，妻子让他想些办法，他也想不出。去偷去抢总好过饿死呀。妻子便让他去偷去抢。我手无缚鸡之力，去偷谁去抢谁嘛。可是申生哪里有偷抢的本事？那就只有我去为娼为妓赚钱养家了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穷苦之人走投无路，只能男儿为盗，女子为娼，夫妻为此拌了几句嘴。当夜，申生辗转难眠，便到院中去透气。想想自己当真是无用，难不成真的让妻子为娼换自己活命吗？那还不如一死了之。想到此处，他把腰带拴到了树上。他把脖子伸进绳索之际，恍惚间见到了已故的父亲。男人大丈夫，能屈能伸，能活命，做回盗贼又如何？你可往城西谋财，切记要隐身庄稼地中。父亲告诉他，可到某地生财，但是只许一次。父亲说完，便隐去了身形，挂在树上的腰带也断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我日间说的都是气话，你可不必当真的。申生回到屋中，想着此事，莫不是父亲给自己的暗示？不，我明日便去行动。于是他打定主意要做一次盗贼。次日天明，他便往城西而去，妻子拦也没能拦住他。等到了城西，看到一处大宅的墙上贴着一张告示，他便凑了过去。有精怪扰宅。告示上说，抗宅近日受一精怪侵扰，如有能人异士，除了精怪，可挣白银100两。有知情的人说，前几日抗府小姐正在熟睡，突然闯进来一个长相怪异的男子。美人儿，我来了。康家小姐想去叫人，那怪人把长舌伸进了她的嘴里，康小姐便失去了意识。次日天明，丫鬟婆子进屋发现小姐被奸污了。小姐！一问之下，小姐说出了实情，但是要求丫鬟婆子不要声张，免得坏了名声。到了第二天夜里，府上的丫鬟老妈全都拿着棍棒守在屋子内。什么人？站住！大胆狂徒！到了夜里，那怪人果然又来了，就见他口吐浊气。几个丫鬟闻到之后，全都昏死了过去。那怪人把几个女眷全都掳到了床上。他们第二天醒来，全都发现被奸淫了。岂有此理！就算耗尽家财，也要将此怪给我除掉。这才找到康老爷，说出了实情。康老爷大怒，女儿还未出阁，
这要是传出去，康家颜面何在？哎呀，可惜啊，没有这降妖的本领啊。是啊，无福消受这笔横财。于是张贴榜文，招纳奇人异士出京拿怪。申生盘算着康老爷一定准备好了银两，不如晚上就到府上谋取钱财。到了夜里，他怀揣木棒来到康府外面的庄稼地，按照父亲所说，藏身其中，等到夜深人静之时好动手。迷迷糊糊他可就睡着了，也不知睡到几时，被一阵响声惊醒了。偷眼观瞧，就见一体型怪异的男子从康府墙头跃出。申生心说，这是被人捷足先登了呀。眼瞅着那人就要走远，他心想，不如打晕他，搜出钱财好活命，于是就轻声靠前，挥起棒子砸在了这男人的身上。把那人打倒在地之后，他怕那人起身反抗，斗他不过，就闭上眼睛乱挥了10几棒子。等他睁开眼再看的时候，不由得一惊，地上哪里还有什么人，分明趴着一只硕大的甲鱼，已经被自己乱棒打死了。竟是这货，引我府中女眷，真是死不可惜。申生一番思索，那康府作恶的定是此物，便接了榜文找康老爷领赏。康老爷命人准堵了大甲鱼，以泄心头之愤，又赏了申生银两。从此康府再无精怪侵扰，申生也过上了好日子。欢迎收听《聊斋怪谈之人鱼娇妻》。说是闽地沿海有一位李姓渔夫，叫阿吉，以打鱼为生，因为收入微薄，没有婚娶。阿吉每天打的鱼，一部分会拿到集市上贩卖，另一部分会送到望月楼。哎呦，怎么总也不来呀？我这不是就来了吗？老板，我来送鱼了。这望月楼是烟花之地，像阿吉这样的是没有银子到那里消费的。嘿呀，兴死了，快拿到后面去。阿吉之所以低价往那里送鱼，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他想见的人。阿吉，你什么时候来赎我啊？我还没有攒够钱呢。是望月楼的名妓，叫做菲菲。每次阿吉去了，他都会眉目传情，出言挑逗。阿吉却把这些戏言当成了真事，每日节衣缩食的把钱省了下来，攒到一块儿，想着能把菲菲姑娘赎出来，娶之为妻。嘿呦，就你这几毛半钱的，也想给菲菲赎身呢？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。当他攒了满满1罐铜钱去找老包时，却被嫌弃钱少，轰了出去。你们可听说没？阿吉黄粱梦碎，找到了一家酒馆，独自饮酒。这贾二呀，在南海捕了一条鲛人呢，卖了白银1000两哇！无意中听到有人在南海捕到了鲛人，还卖了大价钱。哎呀，那南海凶险异常，我是不敢去。哈哈哈，所以呀，你我呀就发不了那横财。行船捕鱼的都知道南海凶险，无人敢去。可是此时的阿吉一心只想赚钱，他便借着酒劲儿划船往南海而去。
小船划了2天1夜，当到了南海，遭遇了大风浪，几个颠簸，这小船就被巨浪扯碎了。阿吉虽水性了得，可也难敌巨浪，他被卷入了海底，本以为是会必死无疑的，却在不久后睁开了眼，发现身处一水洞之中，有一赤裸女子正在石岸上切鱼。此女子生有丽瞳尖齿，颈部有腮，指尖生蹼，背后生鳞，这不就是鲛人吗？女鲛不能吐人言，却对阿吉照顾有加，只是捉来的鱼虾只能生食。每过一段时间还需潜回水中。阿吉被困于洞中，每日与女鲛为伴。女鲛虽有人形，却又不同于常人。时间久了，阿吉就想回去。你几时来赎我呀？他想起望月楼的菲菲还在等着自己，他不由得心生恶计。他趁女鲛外出之时，溜出了山洞，在海边找到了一艘可用之船，又趁着女鲛不备，突施杀手，将女鲛打晕，拖到了船上，经过几日漂泊，回到了岸上。他把女鲛变卖了，换来了许多的银两。哎呦，这菲菲呀，以后就是你娘子了。又制了几身衣裳，来到了望月楼。老包见钱眼开，让他带走了菲菲。咱们早点安歇吧。啊，你再多喝几杯嘛。当晚，两人找了一间好的客栈住下，一同饮酒庆祝。我好像有些醉了。几杯酒下肚，阿吉就感觉头昏脑胀，趴到桌上不省人事了。原是那菲菲早有相好的，见阿吉发了财，两人便蓄意谋财害命。怎么这么久啊？哎呀，这药效刚发作。嘿嘿，拿了他的钱，咱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。他在酒里下了药，迷倒了阿吉，还拿走了他的钱财，又将阿吉捆绑后扔到了海里。阿吉沉入海中，无法自救，看见远处游过来一个鲛人，以为是有救了，却不知来的鲛人并不像女鲛那般心善，而是招来了同类，一起将阿吉分食了。欢迎收听《聊斋怪谈之错用隐身术》。说是金陵有一位李姓商人，经营着一家酒店，口味虽不佳，饮后却有奇妙的醉感。哎呀，真是好酒，好酒啊！此酒饮过之后会飘飘欲仙，沉沉睡去。老板，你家这酒如此美味，到底是有什么妙法啊？是乃祖上所传，不便告知。好多人都问李某是如何酿造的，李某却不肯说。倒也不是他有秘法不授，而是他没什么秘法，他会把迷药掺在酒里，谁喝了都会迷糊。话说这一日，店中来了一位长脸细目的年轻人，要了一坛酒喝了起来。正在收拾的李某听到扑通一声，那年轻人栽倒在了地上。客人，
客人！李某想着一定是贪杯醉倒了，便过去查看。这一看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倒在地上的分明是一只穿着衣服的狐狸。李某找来了绳子，捆住了狐狸的手脚。掌柜的，饶命啊！过了半晌之后，狐狸醒了过来，又变成了年轻人的模样，恳求老板放了他。我问你，东街李家大儿媳被人缠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是我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。李某想起东街李家一女眷一直被妖狐夜里纠缠，一问之下，还真是他干的。你是如何做到的？我仰慕李家小儿媳已久，可否将法术传给我呀？李某倒也不是要主持什么正义，而是他也想来去无踪的法门，去会一会李家的小儿媳。我洞中倒是还有一件兄长留下的法宝。胡生一听就答应了李某，让李某解开绳索，随他回洞府。李某拉着胡生的衣角，就觉得脚下悬空，耳畔生风，如腾云驾雾一般。不多时，他们就落入了一石洞当中。穿上这件衣服，就没人能看得到你。胡生找出了一件衣服，说是穿上后就没人能看到他，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，想去哪里就去哪。李某穿上了那件衣服，回到家中，果然如胡生所说，家中无一人能看到他。哎，这老爷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哎呀，这饭菜都凉了。李某走进内院，脱去了那件衣服。吃饭吧，夫人。你几时回来的呀？家里人就能看到他了。老爷，什么事情这么开心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李某为得此宝物沾沾自喜，谋划着要如何使用。待妻子睡下之后，他悄然起身，穿上了那件衣服，来到了东街的李家。他忐忑地敲响了院门。明明有人敲门呢。门童开门四下张望，却并没有看到他。是我听错了。李某欣喜地进了院子，找到了李家小儿媳的屋子。他听见屋内有撩水声，李家小儿媳正在沐浴。李某轻声地推门而入，一幕香艳的画面映入了眼帘，李某就觉得血脉喷张，欲上前行不轨之事。恰在此时，由屋外射入道道金光，照得李某如针刺身。痛苦难耐之下，他夺门而逃，就见这墙上挂着一张符咒，李某慌乱之中逃回家中。第二天，他心有不甘，又到东街去看，就见李家门前围着很多人。一个大和尚正在做法，替李府除去狐妖，那墙上的符咒也是大和尚所绘。大和尚施起法来，这李某就觉得浑身皮肤正在收缩，痛苦难当，他慌忙逃出了人群。大和尚紧追其后，娘子，救我！等跑到家中，刚一进门，他就扑倒在地上，变成了一只大狐狸。在妻子的苦苦哀求之下，大和尚才没有杀了他。
妻子将其带回屋中，好生伺候，想让他变回人形。3天之后，狐狸一命呜呼，又变回了李某的模样。坊间传闻，有说李某卖假酒造假遭了报应，也有说他是中了狐狸的蛊做了替死鬼。